大家好，今天想看部好电影吗？这一次要介绍的是一部让你在看的过程会轻松愉快，看完之后心里感到温暖的幸福绿皮书 Green Book。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电影的话，我们可以先告诉你结论。这部电影呢，是我们继法国电影，同时也是人生一片清单中第二部的逆转人生 The Intouchable 之后呢，觉得最好看的同类型电影。在继续看下去之前，请先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按下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新影片上线时的通知咯。这部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叙述美国知名的爵士钢琴家 Don Shirley 在1960年代曾经在种族歧视仍然颇为严重的深南各州进行巡演。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他聘用了在纽约一带担任酒吧保镖的意大利裔男子 Tony Vallelonga 作为司机兼随护。这两个人不只肤色不同，背景与价值观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可想而知，电影的主轴就环绕在表面上看似格格不入的这两人是如何从一开始的不对盘到发展出一辈子的友情上。而除了种族，这部电影呢也属于我们喜爱的公路电影。这类电影呢通常都会安排角色们经历一段距离或是时间不短的旅程，在旅行的过程中，角色们大多受到空间限制，被迫要在一个小空间里相处。而当身体处于一个不是那么舒服与自由的环境时，往往反而更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思维与情绪，也更加容易在角色之间造成冲突，进而提供他们成长或改变的契机。Tony 跟 Don 这一段长达8周的旅程，不只影响了他们的人生，也教会了我们许多宝贵的事。Tony 是一个个性鲜明、喜怒形于色的直爽汉子，他喜欢结交朋友，也很懂得察言观色，加上身手了得，让他在龙蛇杂处的纽约闯出了一些名号，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可靠的人。但也因为他的简单心眼，让他具备了造成歧视的第一要件，那就是在还没有了解一个人之前，就先替他下了结论。电影开始没多久，我们看到 Tony 回到家中，发现妻子请了来帮忙修缮管线的2位非裔水电工喝饮料。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不满，但他却悄悄地把工人们用过的玻璃杯直接丢入垃圾桶。这个举动让我们很快地认识了 Tony， 他直觉觉得黑人用过的东西是脏的。后来因为经济需要 ，Tony 去应征了 Don 的司机一职。此时呢，身份对调，白人的 Tony 成为了劳方，而黑人 Don 成为了资方，也才让 Tony 开始有了机会，用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他原本认为和他不属于一个阶层的有色人种。当两人展开旅程 ，Tony 有机会见证了 Don 神乎其技的情谊之后呢，对他更为折服，也真心觉得，身为一个受到主流社会排挤的黑人，竟然能够靠着自己的才能打进市场，让白人们争相邀请 Don， 十分的了不起。意大利移民早期在美国虽然不像非裔移民那样从外表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而遭受歧视，但他们自成一格的行事作风与口音，还是让他们时不时就被视为是外来的势力，跟不同族群之间的发生冲突呢，也是时有所闻。所以当 Tony 亲眼见证了明明没有做错任何事的 Don， 却常常受到白人莫名的歧视与不公平的欺压时，才开始反思。自己一直以来对于有色人种乃至于跟自己不同的人的看法是不是错了？很有可能自己只是因为不熟悉、不理解而轻易的妄下结论。也因此有一幕，当他和其他的司机们站在窗外，看着富丽堂皇的大厅中站满了衣着华丽的白人，聚精会神地听着 Don 弹奏钢琴时，心里反而瞧不起这些表面上摆出高人一等的上流阶级，认为呢他们只是一群表里不一、附庸风雅的伪君子。Tony 心境上的转折让我们明白了，优越感只是种心态，并不代表你真的比别人好。The sense of superiority is just a feeling, not a fact. 这部片的2位主角的形象呢，塑造都非常的成功，互动也很有火花，两人更是双双的入围了本届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与男配角。而他们之所以让我们这么喜欢，除了演员诠释的很到位之外，更是因为他们呢都很有层次。一开始我们从2人的行为举止以及外在打扮中初步的认识了他们。Tony 是一个不拘小节、直来直往的大老粗 ，Don 呢则是温文儒雅、举止得体但却有点龟毛的艺术家。随着故事发展以及2人的互动，我们慢慢的看到了他们更为深层的心情以及特性。Tony 其实呢粗中带细，心里充满了爱心以及正义感。Don 呢则是外表矜持，内心却压抑着许多的情绪。
不止如此，他们还藏着许多令人意外的惊喜。电影里面 ，Tony 跟 Don 呢曾经遭遇过2次颇为危险的情况。第一次 ，Tony 呢在冲突一触即发之时，将手伸到背后，做出掏枪的动作，威吓众人不要轻举妄动，也成功的让2人全身而退。作为观众的我们，根据 Tony 的行为，当时呢一致推测他身上并没有带枪，只是呢在装腔作势。但是当第2次冲突发生时 ，Tony 察觉情况更为危急，直接从身后掏出了手枪，对空开了2枪，吓跑了准备要突袭他们的人。另一方面 ，Don 在2人因为 Tony 一时情绪失控袭警而遭到监禁时，一面维持着临危不乱的风度，一面坚定地要求警察尊重他的人权，让他打一通电话。没想到过没多久，警察局竟然接到州长打来的电话，要求警方将他们释放。后来我们才发现 ，Don 的那一通电话竟然是打给当时的美国司法部长，同时呢也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的弟弟 Robert Kennedy。他们2人各自藏的这一手，不只有非常强烈的戏剧效果，同时呢，也很成功的替这2个角色增添了深度。这样的安排，除了提醒我们不要轻易的小看任何人之外，其实也是在告诉观众，如果你今天真的有2把刷子，其实是不需要主动拿出来炫耀，或是担心别人不知道你有多么厉害。一个人若是自大，会害怕别人都不知道；一个人若是自信，根本不在乎别人知不知道。Arrogant people want everyone to know what they can do, while confident people don't even care. When you see the mighty girl. What's the big deal, Doc? Squirrels would eat it anyway. Pick it up, Tom. Nature takes care of the earth. Pick it up. Ah, jeez. 以跨种族的友情为主题的电影呢，其实不在少数。但是让《幸福绿皮书》特别出众的呢，是它并不是以化解种族之间的摩擦作为核心，而是以做人的根本道理作为出发点，教会了我们一些待人处事的一些关键。这2人呢，都是个性非常鲜明的人。Tony 能说善道、爱打嘴炮的个性，也让他获得了 Tony Lip 这个他自己引以为傲的外号。而且在他心中，他的嘴炮并不等同于撒谎或是空口说白话，而是能够洞察人心，靠着话术让对方屈服。也因此，当别人认为他只是个嘴炮王的时候，他却自诩为一位干话艺术家。他们俩一开始上路时呢，Don 还真的受不了多话的 Tony， 而频频叫他闭嘴。Don 因为自小受到音乐熏陶，加上呢个性使然，让他成为了一个自律甚严，甚至对于很多事情，特别是道德有相当高要求的人。他面对不友善的对待时，总是坚持不跟对方恶言相向，而是不卑不亢的应对，坚持着维持尊严，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2人的个性呢，或许天差地远，一个喜爱静默，一个爱发表意见，但他们都明白一个宝贵的道理，那就是尊重。而 Tony 和 Don 的相处呢，之所以让我们感到非常暖心，就是因为2个天差地远的人却不会贸然的想要改变对方，而是在不触碰双方底线的前提之下，循序渐进的让对方察觉自己想要表达的讯息。Tony 看穿了 Don 格格不入的寂寞，因此他找到机会就想要跟 Don 分享，不管是他从来没有吃过的炸鸡，还是 Tony 绞尽脑汁想要写给妻子的家书，甚至他还提醒了 Don 要把握机会，主动联络失恋已久的兄弟。而 Tony 能屈能伸的做事风格也对 Don 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当后来 Don 被拒绝在白人餐厅用餐时，他也愿意跟 Tony 前往当地的酒吧享用晚餐。从这里呢，他意外地找到了被自己同族所接受的归属感。Don 则是尽量让 Tony 发挥打嘴炮的长处，但是同时呢，他也为 Tony 开了眼界，给他机会去欣赏艺术还有修辞，打开心房去接受新的事物。而这也让一直以来都很快对别人下结论的 Tony 了解到，很多的事情不像是表面上的那样风光，对有些人来说，很多的苦衷也不一定都会说出口。有时候静静的坚持呢，可能比大声嚷嚷能够产生更多的影响力。Tony 和 Don 的相处告诉了我们，真正关心你的，不会想要把你变成不同的人，而是试着带出最好的你。Those who truly care won't try to change you into someone else. Instead, they try to bring out the best of you.
这部电影我们真的非常喜欢，除了有令人感到暖心的剧情之外，其实也藏了不少幽默以及感人的桥段。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一部电影，让我们不只很享受观影时的每一刻，在看完之后还能带着被温暖的心离开戏院。我们很看好他在即将登场的奥斯卡得到一些肯定，尤其是看到男主角呢 Viggo Mortensen 将这个意大利大叔的角色演得惟妙惟肖，完全的让我们忘了他就是魔戒里的 Aragorn。这样的演技呢，真的值得一座大奖。推荐给你这一部我们很喜欢的电影，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还有哪一部你喜欢的公路电影哦。我们每周都会有新影片上线，不想错过的话，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要按下小铃铛哦。